这一刻，叶晨从刘家辉的脸上看到了一种解脱般的释然，不过他也只是微微一笑，旋即问刘家辉：刘先生看起来很高兴，今天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刘家辉摆摆手，笑着说道：哈哈，除了跟叶先生的合作，其他都是小事，都是小事，不足挂齿。叶晨也未点破，看着窗外的景色，淡然道：昨天晚上大雨倾盆，今天就艳阳高照了，看来是有好事要发生啊。是，刘家辉笑呵呵地说道，我今早特地让玄机堂的于大师给我算了一卦，他说我今天的卦象有紫气东来之际，说是有大好事要发生。玄机堂于大师，叶晨有些惊讶地问道，不知道这位于大师姓谁名谁，跟先前那个于静海有什么关系？刘家辉惊讶地问道，叶先生也听说过于静海于大师的威名。叶晨尴尬地笑了笑，心想我不知道听说过于静海，还用惊雷令把他劈成了灰。只是这种事儿叶晨也不可能说出来，于是便笑着说道，我曾听闻港岛于静海是非常有名的玄学大师，不过倒是没见过面。刘家辉点点头，认真道，于大师此前乃是整个港岛最出名的玄学大师，整个港岛所有的富豪明星几乎都是他家中常客，我跟他私交也非常不错。叶晨好奇地问他，那这位于大师现在在何处呢？刘家辉道，于大师从去年开始就常年在外寻找天才地宝，前段时间玄机堂对外宣称，于大师在内地寻了一处仙源洞府，开始闭关修行了。叶晨笑出声来，开口道，仙源洞府，难不成是要修仙啊？刘家辉认真道，叶先生，玄机堂修的是风水玄学，最会利用天才地宝布风水大阵，据说他们到了一定岁数都要闭关修炼，于大师也不例外。叶晨笑着点了点头，看来这玄机堂也不知道于静海究竟是死是活，为了避免影响自家名声，就干脆编排了一个于静海在闭关修行的说法。于是他便问刘家辉，刘先生还没说，给你算卦的于先生和于静海有什么关系？刘家辉便道，现在做镇玄机堂的是于静海的儿子于义伟。叶晨点了点头，没再多问。很快刘家辉的座驾便开到了港岛最繁华的金融中心中环。刘家辉在中环有2栋写字楼，总价值现如今已经超过200亿港币，算得上是刘家辉所有资产里面最大的一个组成部分。然而刘家辉还不算是中环的大佬，中环真正的大佬其实是已经淡出港岛的李家，李家移动中环中心总价就逼近了400亿港币。车队进入中环之后，刘家辉也是一脸骄傲地向叶晨介绍的，叶先生，这里就是中环，是港岛的金融中心，您很长时间没来港岛，可能对港岛不太了解，中环的地价才是真正的寸土寸金。说着他微笑着说道，叶先生，这里甲级写字楼的租金几乎是全球之最，比大名鼎鼎的纽约曼哈顿还要贵上6成，能把公司放在这里的无一例外都是世界500强级的企业。叶晨好奇地问道，刘先生在这里应该有产业吧？当然，刘家辉笑呵呵地说道，不瞒您说叶先生，港岛的房价本就贵得离谱，在中环顶级写字楼的售价差不多是2-3万港币一平尺，而11个平尺才折算成内地1个平米，也就是说这里的写字楼单平米价格在30万港币以上。说着刘家辉指着路边一栋大楼，笑着说道，这栋楼年初成交了一套260平的单元，就卖了1亿2千万港币。叶晨笑道，260平就能卖这么多钱，那刘先生在这里的产业怕是早就突破100亿港币了吧？刘家辉笑着说道，
我手头的2栋写字楼，加起来差不多240亿港币上下。叶晨又问，对了，刘先生给曼琼小姐买的那个小吃街，当年是什么价格入手的？刘家辉哈哈一笑，说道，叶先生提到那个小吃街，真是一个绝佳的投资。10几年前，我花1亿5800万港币买下那整条街，现在如果拿出来重新开发，仅仅是地皮就至少价值30亿。说着，刘家辉低声对叶晨说道，亚腾资产的老总看上那条街了，想把它拆掉建一个商业中心，如果我跟他们合作，他们投资150亿港币建设，我用地皮入股，给我30%的股份。我现在跟他们聊的是，我以地皮作价50亿入股，再认投26亿，我拿51%的股份，我做大股东。说到这里，刘家辉看着叶晨，非常认真地说道，叶先生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低价让一部分股份给你，大家一起发财。叶晨问道，除了2侧的商铺之外，中间是条路吧？怎么建商业中心？刘家辉笑了笑，说道，其实一切都在运作，那条路本就很窄，一到晚上就几乎被档口占光了，几乎已经失去了市政道路的功能，所以我跟规划部门沟通了一下，只需要承诺投资10个亿，在小吃街区域的南侧拆迁重建一条市政道路，然后在商业中心建设的时候，在地下1层留一条地下人行通道，再在2端配上扶梯，这个项目就可以拿到审批。说着，刘家辉又道，我投资一条市政道路，再建设一条人行通道，到时候再花点钱，就能从商业中心的地下1层引出一条地下通道直通附近的地铁站，到那个时候，这就是一个交通十分便利的商业中心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叶晨微微皱眉道，这条街对曼琼小姐好像非常重要，如果重新开发，对她来说肯定很难接受吧。刘家辉微微一怔，随即笑道，我跟女人打过很多交道，对女人比一般男人要更懂一些，女孩子嘛，大多数都太感性了，这也是女人在性格上的天然弱点，所以你看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富豪都是男人？说白了，就是因为男人永远是理性主导，能做到真正的唯利是图，不计后果。在商场上，只有足够理性、足够冷静的人才能够赚到大钱。叶晨心中对刘家辉又多了几分厌恶，淡淡道，对曼琼小姐来说，那里是她的精神寄托，为了赚钱就把它拆了，好像有些不合适吧。